埋藏2000年的历史证据，2000年来，历史学家和怀疑论者一直向基督徒提出一个棘手且近乎尴尬的问题：如果耶稣过世时，整个大地的天空真的变暗了，为什么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人提及此事？历史证据在哪里？如果此事真的发生过，当时的伟大帝国，如罗马、埃及和中国，难道不应该有所记载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确实有记载，但证据却被埋藏在距离耶路撒冷7000公里的皇家档案馆中，长达数个世纪之久。在这段影片中，我不会讲述传说，我们将一起翻开汉朝的史册，查阅官方的政府文件。你会发现，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家不仅观测到了伯利恒之星，也精确地记录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的每一个瞬间。他们的皇帝那天写下的从未读过一页圣经，却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语言之一。要理解中国人如何能够预见耶稣之死，我们首先需要打破一个巨大的迷思。我们习惯将古代中国想象成一个龙、佛像和上帝的国度。古代中国真的信仰圣经中的上帝吗？成千上万的异教神。但如果我们追溯到佛教和在道教出现之前，我们会发现一所学校教科书常常忽略的真相。4000多年来，中国一直信奉一神论，他们崇拜一位神，他们称他为上帝，字面意思是至高无上的天地，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君主，无形无相，乃是神灵。这一事实的证明至今仍屹立在北京的中心天坛，它是世界建筑奇迹之一。但你有没有注意到里面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没有雕像，没有镜像，也没有绘画。为什么？因为上帝被认为太过伟大，无法用人手来代表。就像以色列的上帝告诉摩西的那样，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但还有一个更不可思议的细节，每年中国的皇帝都要进行一次净化仪式，并举行一场名为编辑的神圣仪式。他献祭的是什么？一头完美无瑕的公牛。当牛血倾泻而出时，人们会诵读古老的祷文，其中写道：你创造了天地万物，你统治一切。请思考片刻，一座没有偶像的庙宇，一位创造万物的神，献祭一头完美无瑕的公牛，以求得罪的赦免。听起来你好像在读利未记旧约圣经。古代中国人保存了对挪亚神的记忆，他们知道罪要付出些的代价，而且正因为他们认识父亲上帝，所以他们才能认出儿子死亡的征兆。但在我们探讨天文证据之前，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证据。每个中国人每天都在使用汉字中的秘密代码，却不自知。圣经的故事就隐藏在他们的文字中。汉字不像西方人的文字是字幕，它们是概念性的图画。最古老的概念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讲述了创世纪。看看这3个例子，你可知道圣经第1章创世纪以点圆圆中文单字土、口和人组成，一人站在一拳之中，一人从侧边长出来。中国第1位帝王皇帝居里诺亚只有2到3代，因为当时的人寿命很长，诺亚活了950岁，所以他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故事，而伊甸园距离诺亚只有10代。诺亚方舟是世界第1艘船，船上有8口人，中文里船有舟，8和口组成，这象征着方舟。
船上有8个人。中文里，它有土、林、人、以和口组成，这象征着人们团结一致，用同一种语言建造了一座由木、林和土构成的塔。船字由舟、8和口组成，所以一艘载着8个口人的船。为什么是8个口人？如果中国不了解圣经，为什么古代表示船的字形中包含的人数恰好与诺亚方舟上的乘客人数相同？诺亚、他的妻子、他的3个儿子和他们的3个妻子。但这还不是全部，表示诱惑或魔鬼的字形。魔也令人惊叹，他又述这比物2个人和魔鬼组成，2个人躲在树下，魔鬼就在旁边，这简直就是伊甸园的缩影。现在来看最后一个，也是我最喜欢的字形，表示乙的字形乙，上面的符号是羔羊，下面的符号是我里，表示我自己。对古代中国人来说，乙的字面意思是羔羊在我之上，羔羊者比我，这完全是基督教神学。牺牲上面也有一只羊，我不是靠我的行为称义，我只有在上帝的羔羊者比我时才是义。现在明白了吗？大地义与被脱当，上帝在他们的文化中留下了他的印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当上帝决定降临人间时，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我们从考古学到天文学，我们必须打开皇家档案馆。但是，我们能相信这些文献吗？上帝接受了牺牲，死亡已被战胜。这一切在今天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它提醒我们，上帝并非西方的神，他不是白人或欧洲人的神，他是历史的主宰。今天，基督教在中国蓬勃发展。据估计，基督徒数超过1亿，超过了政府工作人员数。政府试图组织他们，分烧、钉十字架、逮捕牧师。但你知道这些信心徒中许多人这么说吗？他们说，我们不是要西化，我们是在回家，我们是在回归祖先的信仰，我们的皇帝早已知晓，我们的预言见证着，我们的星辰也见证着。耶稣的故事就写在中国的基因里。如果上帝在一个异教帝国的档案中留下了如此强有力的证据，那么他今天又在你生命中留下了多少证据呢？一些你可能没有看到的证据。我想邀请你现在就做出信仰的举动。也许你感觉离上帝很远，就像古代中国感觉很遥远一样，